确实是有进步了啊，有成长了，居然让我来压轴了。啊，还行还行。其实我这一季呢没怎么讲家里的事儿，毕竟家里人也改过自新了，不敢上热搜。我三姨还写了封信拍给我，特别感人，那纸上甚至有斑驳的泪痕，这转变也太大了。我拿到手才发现，哦，那是油。油，我吃饭的时候写的，啊，谢谢三姨给我加油。人是改变了，但家里条件没怎么改善，就有亲戚问我了：“你也有出息了，咋不帮衬家里呀？你没结婚没孩子的，钱都花到哪儿了？”我说：“花到女人身上了。”什么女人？我这个自私的坏女人。太自私了，去年狠狠奢侈了一把，我开始整租了。我相中了一个3层老洋房的阁楼，啊，也不便宜的哈，比祥子那个好多了吧。我有阳台，阳台。但去了之后才知道，那个房东阿姨住在楼下，要求特别多，问了我学历、年龄、工作，又问我几个人住。我说我单身1个人住，他说那可不一定，谈了朋友谁知道会带什么人回来住？我说那不会，一个阁楼有什么脸带人回来住？我带个1.8米的头都没法抬，一抬头顶梁柱。而且他得先让我住，我才能证明我不会带人回来住，不然就是一个薛定谔的问题了。但我不敢再犟了，我怕他以为薛定谔也要过来住。我特别想说，阿姨，我真不喜欢和别人住，如果有可能，我都希望你也别在这里住。他说，哎，就是怕租给了不三不四的。我哪里不三不四的？我人五人六的。我都没说我做脱口秀的，那不得把他吓死呀！啊，反正就是各种挑你，什么一个外地小姑娘不稳定，咱也不知道要多稳定。我在这阁楼里住一辈子吗？就不出阁了吗？还在里边考公务员呀？那以后别人出问题叫塌房，我叫内阁下台。最后我放弃了，我没有租，因为我发现他没有老伴儿，我怕他带老头回来住。回来路上啊，虽然还是特别的生气，但同时心里又很羡慕这个阿姨，那人家自己的家自己做主就是硬气啊，就是没素质。我从小其实就很渴望这样能当家做主。我们家逢年过节祭祖的时候，有一个最高仪式感，打纸钱。就是用一张100块钱的现金，在火纸上这么印几下，意思是这个纸就是钱了，再烧给祖宗。这个一直都是我爸来印的，因为我爸是一家之主嘛。但有一次我爸没在家，我妈就急坏了，那咋办呢？祖宗还等着还花呗呢。别失信了。我说那就我来印嘛，坚决不行。他说你爸印的才算数，这叫什么话？我印的就是假币吗？什么叫我爸印的才算数？银行印的才算数啊！最后实在是没办法，哎，让我弟来印的。我弟当时才6岁啊，承受了那个年纪不该承受的压力。20以内加减法还没学会，一晚上印了100多万。但其实我也参与了，我拿了一张5毛的，偷偷印点零钱。我怕祖宗花的时候破不开，这么多年了就没有一个孙子想到啊。那时候我就知道了，我弟也是一家之主，我特别羡慕，我也想有这个能力，我就开始锻炼自己，越不让干啥我越干啥，不让我上香，我就在房间里自己点，反正这房子也不是我的，不让我上坟，我就给别人家的坟磕头。也算是磕到了，磕到了。
我那会儿一放学就往坟地里跑，跑到老李家的时候还被发现了，被人发现的啊，被人发现了，把李家人气坏了。你自己家没有吗？显得你孝顺啊！我就是想知道怎么能当上一家之主。我把户口本都翻出来了，哇，更迷惑了。我堂堂嫡长女，居然在最后一页，我何曾当过倒数第一啊？我爸解释了说，哎，你以后要嫁人嘛，户口会迁出去，放最后一页方便。我直接抽出来了，我自己拿着更方便。我爸说你要造反呀，听听这个用词，谁还分得清他和皇太极？我说我没有，我只想多儿滚。我后来真去问了哈，我能不能当户主啊？说可以，但这房子得是你的，这不巧了吗？他就不可能是我的。旁边一个大哥就建议我了，那你可以让父母过户给你呀。真是个好建议，我咋没想到呢？我不禁开始思考一个问题：先有鸡还是先有蛋？他们要是给我过户，我还用开户；长公主要是能登基，还用夺嫡呀？不夺了，我自己买了。对，现在站在大家面前的不光是一位美女，也将是全村第一位女一家之主。简称大女主。虽然没有买在大城市啊，但还是很高兴的。我当天就去做了一本家谱，以后从我这里单开，我给我自己当太奶，重生之太奶竟是我自己。没有后代也不要紧，反正我早早的学会了印纸钱，也提前磕了很多头，打好关系了。别的不敢说，老李家肯定管我。好，来，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简七。我今天聊一聊我毕业之后的事儿。我毕业之后是来到了上海沪漂，当时没有什么钱，很穷。首先是吃饭得解决。我听说过一个说法，就如果说你跟着农民工去吃饭，你就会找到当地最便宜、最实惠的饭馆。我跟回工地了。就没有钱也没有常识，我在工地门口才想明白，你是不是应该饭点再跟呢？很穷啊，很穷。我来上海的第一站就去了财神庙财神庙还收门票。买完门票没钱买香了，只能空手拜。别人在那香火一柱，保佑年入千万，一切顺利，他就走了。我偷他的香。我接好运，哎呦，太好笑了！当时就是想找一份包吃包住的工作，然后就想当保安。真的。我后来是去复旦当的保安。不是，这有什么可话的呢？不是，你们也太学历崇拜了吧？其实我也一样。我为什么去复旦当保安？原因很简单，就是我想在以后朋友聚会沉默时，我突然说一句“自由而无用”。他说什么玩意儿？我说没事，我们学校校训。其实复旦不是我的第一志愿。我本来想去迪士尼当保安，当保安王子。把在逃公主全接回来，被迪士尼拒绝了。他们说我没有保安证，我说我会唱 Let It Go 也不行吗？他说，面试就非常痛快啊，复旦面试就非常痛快。面试官只问了我一个问题，他说你坐过牢吗？他问的有点太笃定了。
以至于我不知道坐牢它是加分项还是减分项。我脑袋也是一抽，我跟他说，我可以学。去复旦校园里准备报到啊，非常开心啊。正美呢，被门口保安拿下了。他说你是干啥的？我说我过来当保安。他说那以后我们就都是同事。我说就非得说是同事吗？就不能说是校友吗？我当上保安，我发现每天早上保安要集合做操啊，队长要教我们指挥停车的几种手势，啊，我当时就发懵，我说这怎么还指挥上交通了呢？这是复旦大学还是交通大学？队长说这个是停车啊，这个是左转啊，这个是倒车。教完之后，他开始训话，他说今天我们的任务跟往常一样。校园内他不让停车。我说那刚才教啥呢？你不让停车的手势我见过呀，你就去。我被分配到了巡逻岗啊，我不知道得去哪儿，我就问队长，我说我们应该去哪儿巡逻？队长说你看哪没有保安你就去哪儿，网吧没有。但里面都是当保安的种子选手。其实我们巡逻就是负责复旦学生的安全啊，但是复旦学生非常安全啊。我们唯一能干的事就是把倒了的共享单车摆正，但是复旦学生素质有点太高了，车倒了他们自己会摆。也就是说，我干了一份毫无意义的工作，我每天就在那找活。我就在那找倒了的共享单车，有一天我终于找到一辆，非常激动，我这么一扶倒了一排，我非常开心，因为终于有活干了。当然让我非常羞愧的是，复旦学生开始围过来帮我，我都有点急了，我说这是我的活啊，你学去啊，你不学我也不学，那复旦开它干啥呀？学生真的太善良了。我记得有一次我站岗，跑过来一个男生，他说校外有一个大爷晕倒了，让我赶紧处理一下。啊，我不能让他白信任我，但我也必须得站岗。我就跟他说，那你当一会儿保安。我把帽子给他戴上。当他向我回礼的那一瞬间，交接仪式完成了。我赶紧找到大爷一看啊，大爷在那睡觉。我又回学校，我离远一看，那个学生站得比我精神多了，他在那查别人校园卡呢。我说干得还挺好，换回来吧。他没让我进，他说我没有校园卡。我说你真是当保安的好苗子啊，有点权利你就知道难为别人。他说就是跟我开个小玩笑啊，觉得当保安挺有意思的。那一刻我情绪非常复杂，就是他能随时替我当保安，我不能替他念书，我会的就那些玩意儿，对吧？你们想，如果课堂上老师对我提问，他说高分子材料在哪个区域有不可替代性，我说这个区域我不负责，你可以问他。啊，老师说你赶紧回去复习吧，我说去。其实那段时间过得非常的孤独，也没有人可以说话，然后我就写成了日记，我给大家念一下。晚上下班了，保安都去钓鱼了，都在河边站一排，河很安全，鱼很危险。我没地方去，我就去对面写字楼厕所里哭。哭完回来才想起来没上厕所。当时很晚了，我路过河边，只剩一个钓鱼的保安了，我们也不认识。他问我要大鱼不，我说不要了，我自己都没地方待。他就给放了。他说做大鱼真好，自由。哎呀，其实也没啥用。我意识到我们是校友。
他说：“临渊羡鱼，不如退而结网。”他说完，我就去网吧了。好，讲完这个，谢谢大家。爱情。